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演奏会打击乐手音色库系列课程。这一节我们来了解混音界面中的功能。当我们选择好了音色，也选择或编辑好了所需的节奏模板之后，就要开始考虑各声部之间的混音效果了。单击界面底部的混音台按钮，即可切换到混音界面。在这个界面中显示了5个通道条，对应着5个乐手声部，每个通道条中都具有相同的控制功能。首先是节拍调整，向左调节会让这个声部回放的声音提前，向右调整则会让这个声部回放的声音滞后。这里的节拍偏移调整是只针对单个声部的，对这个声部所在的 C 到 E 5个键位中的节奏模板都有效。如果想要对单个节奏模板进行节拍偏移，则应该进入模板编辑器的节拍界面进行调整。如果想要让5个声部一起进行节拍偏移，则应该使用界面右下方的偏移参数进行控制。通道条中的第2个参数是音高调整，用来控制这个声部的整体音高。向左调整是降低音高，向右调整是提升音高。可调范围是正负1个8度。第3个参数是声场宽度调整，向左侧调整时会减小这个声部的立体声宽度，调整到最小时，代表将以单声道方式进行回放。向右调整宽度调达到100%时，代表录制此乐器时原始的立体声宽度。继续向右调整，会在原始立体声宽度的基础上继续拓宽，最大可以达到200%的宽度。右侧还有一个双轨按钮，激活后可以产生双乐器演奏效果。此时将宽度调整到100%，可以得到最为自然的双乐器演奏效果。第4个参数是位置控制，这里提供了一个 XY 方向调整控件，中间的圆形代表这个声部的声音所在空间中的位置。向左调整，声音将偏向左声道；向右调整，声音将偏向右声道。向下调整会增加进场拾音麦克风的音量，并减少远处房间麦克风的音量，从而让声音的感觉更靠前。向上调整会减少进场麦克风的音量，并提升远处房间麦克风的音量，从而让声音的感觉离听众更远。右侧是房间麦克风音量的控制条，可以用来调整房间麦克风的音量。底部还有一个链接按钮，激活此按钮后，当我们在 XY 控件中上下调节此声部的远近时，会自动改变房间麦克风的音量。如果不激活这个连接按钮，则在调节远近时只会更改进场麦克风的音量，而不会影响到房间麦克风的音量。在这个 XY 控件中，我们也可以将声源位置拖放到角落中，来实现不同的声音位置感觉。例如拖放到左上角，代表乐手位置偏左且在较远的位置；拖放到右下角，则代表乐手位置偏右且在较近的位置。第5个参数是压缩效果控制功能，这里显示了当前所选择的压缩效果器预设名称。单击此名称，可以在打开的菜单中选择不同的压缩效果器预设。菜单中的第1项是不使用压缩效果器。选择某个效果器预设之后，还可以通过调整右侧的旋钮来控制对声音的压缩程度。第6个参数是均衡效果控制功能，这里显示了当前所选择的均衡效果器预设名称。单击此名称，可以在打开的菜单中选择不同的均衡效果器预设。菜单中的第1项是不使用均衡效果器。选择某个效果器预设之后，还可以通过调整右侧的旋钮来控制所选均衡器对声音的影响程度。第7个参数是混响效果控制功能，这里显示了当前所选择的混响效果预设名称。单击此名称，可以在打开的菜单中选择不同的混响效果预设。菜单中的第1项是不使用混响效果器。
选择某个效果预设之后，还可以通过调整右侧的旋钮来控制干声信号与混响效果声之间的比例。越向右侧调节，混响声越大，干声越小；向左侧调节，则干声音量越大，混响声越小。第8个参数是延迟效果控制功能，这里显示了当前所选的延迟效果预设名称。单击此名称，可以在打开的菜单中选择不同的延迟效果预设。菜单中的第1项是不使用延迟效果。选择某个效果预设之后，还可以通过调整右侧的旋钮来控制干声信号与延迟效果声之间的比例。越向右侧调节，延迟声越大，干声越小；向左侧调节，则干声的音量越大，延迟声越小。最后一个参数是这个声部的音量控制，在音量控制条的右侧还有独奏和静音按钮。激活独奏按钮可以单独对这个声部进行监听。激活某个通道的独奏按钮以后，其他声部会自动激活静音按钮。此时，如果单击某个通道中的静音按钮，可以让指定的声部也切换到独奏状态。在有多个声部是独奏状态时，单击某个声部的独奏按钮，可以让其他已独奏的通道转为静音，只独奏当前所选通道。再次单击独奏按钮，可以取消通道的独奏状态。单击静音按钮，可以让这个通道进入静音状态，再次单击则恢复正常。在通道条的最下方是输出通道分配功能，默认这里选择的都是主输出，也就是乐器头部中指定的输出通道。单击这里的输出通道名称，会打开一个输出通道分配窗口。左侧是当前乐器的主麦克风通道选择，可以指定给任何一条 Contact 中已添加的输出通道。右侧是房间环境麦克风通道的输出选择，也可以指定给任何一条 Contact 中已添加的输出通道。对不同声部指定不同的输出通道，可以便于我们在宿主软件中对各个声部进行独立的效果处理和混音。当然，要使用多通道输出功能，首先需要已经在 Contact 中添加了多条输出通道，并且在宿主软件中激活了 Contact 多条输出通道，否则在这里选择非主通道以外的其他通道是没有声音的。有关 Contact 多通道设置以及宿主软件中的插件多通道激活功能，并不是这套音色库课程的重点，我这里就不做额外讲解了。在混音界面的右侧上方还有一个连接按钮，激活这个按钮后，当我们调节某个通道中的某个参数时，其他通道中的相同参数也会跟随一起改变。界面右侧还有2个关于房间麦克风的控制功能，一个是房间大小控制，用来选择房间麦克风所在的空间大小，可以选择小房间、中等房间或大房间。下面是房间麦克风通道中的压缩效果器处理程度，对房间麦克风适当添加压缩效果，会让环境声更加明显。这里的设置对每个声部的环境麦克风通道中的声音都会有影响。当然，不要忘记您可以独立调节每个通道中的环境麦克风音量，来控制环境麦克风与乐器主麦克风之间的音量比例。混音界面中的所有设置也都包含在这套音色库的合奏预设中，因此当我们加载某个合奏预设时，混音界面中的参数也会更改。如果您想要在加载其他合奏预设时不更改现在的混音界面设置，可以激活底部混音界面切换按钮右侧的锁定标志，这样在加载其他合奏预设时就不会影响到混音界面中的参数了。好，关于这套演奏会打击乐手音色库的使用方法，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我是文杰，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